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更新的特别快，在2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更新了。我是通过韩国的社群那边看到官方已经更新了，但是我看到下面的评论他们讲为什么选一些愚蠢的问题来回答，质疑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谁选的。所以我就跟你们讲，有时候并不是我真的想要去骂官方怎样怎样，正常的玩家都可以看得出官方做东西很敷衍，都是选一些废的问题来回答。我差不多是每一个月都在骂官方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开场就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所问的问题呢，你们不要抱太大的期望，有很多都是废话来的首先第一个反馈是讲新的区域的，因为现在新的区域其实只是开放3个区域而已，而不是6个区域。老玩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是在上一次更新的时候有提到的东西。那原本官方的想法可能是觉得说开放更少的区域比较容易管理还是怎样，但是这个玩家反馈到现在变成比较容易内战和内部问题发生，官方的回答是他们会测试跟评估而已。等于说这个问题他是有回答，但是不完全回答。 OK， 这个东西呢其实对我们老玩家来讲也没有什么重要，我们挑下一个问题。第二个反馈是提到赛罗利危机的新 boss， 这个玩家提到新的 boss 很难打，需要官方去调整伤害。我印象中在前几个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官方又拿出来讲了。官方说新的 boss 在正常的范围内，他们不打算去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玩家会更加熟练的去挑战新的 boss， 不过他们在研究着要怎样出更多的内容教学，去教玩家怎样去打败这些新的 boss， 在新 boss 上线的时候会给一些指导。假设这个问题是第一次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回答的还可以。但是因为他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提过至少3次了，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必要放在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啦，所以我们跳下一个。第3个反馈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这个玩家提到如果可以设计一些部队可以在草丛里面躲藏，或者是根据地形，比方说山丘、洞穴之类的不同地形的深度进行更多策略性的玩法会更好。官方答复感谢这个玩家的反馈，他们会考虑设计在未来的地图中。那虽然我不知道增加这个东西之后会不会增加伺服器的负担，会不会导致到游戏的画面更加卡顿，但是如果真的增加的话，至少给玩家一些新鲜度嘛。并且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讲过，官方有考虑在这一年会增加新的地图，更改整个游戏的画面。我是觉得说反正他们都是要更新地图，改掉整个游戏的画面了，不如增加这个东西上去或许会比较好。反正新地图还没有推出嘛，他们更改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而且既然他们的答复是这样子，有考虑未来会增加在里面呢，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之后可能有像王者荣耀的玩法，可以躲在草丛里面偷袭敌人啊不过这样子的话就要非常小心了，毕竟敌方也是可以躲在草丛里面，有可能你就是被打的那一个第4个反馈，我记得在之前我自己做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把一些联盟有已经超过30天没有登录、没有活跃的时候，联盟标签将会被回收，并且这个联盟将会被删除，解决联盟标签被一些不活跃的联盟占领问题。这个玩家是有提到联盟标签啦，之前我做的那个反馈是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的。策划回答已经记录了他的反馈，并且考虑在未来的更新优化，因为想到有一些联盟可能还有剩下的财产，可能还有不少的联盟积分啊，或者是联盟商店里面还有一些物品，或许对于一些玩家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们会顾虑到这一点，才决定到底要不要删除。这里官方所回答的也是我之前顾虑到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应该要删除，但是人家未必觉得应该要删除，有些人可能要回来呢。所以在这点上我是同意官方的说法的，毕竟真的不能贸然去删除人家的联盟。第5个反馈，当阿四做了一些标记之后，就会在聊天室里面收到一些通知，但是没有办法直观的看到那个标记在哪一个位置。如果通知附带标记的话，这样子会更加方便。确实我对这一点也是感到很困惑，反正你都做了通知，为什么不要把那个地标附上来呢这个也是让我很不解的地方啊。我们每一次要看这些标记啊，都是要点击邮件里面，然后看联盟才可以看到那个标记在哪里，否则就是要点击标签储存，查看到底那个标记在哪里。所以严格来讲，官方这个设计有点反人类。策划答复他们也是注意到这一点了，他们将会在未来的更新中优化。 OK， 至少有一些小改进啦，好过没有。接着我们看第6个反馈，增加封锁按钮让玩家进入黑名单。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反馈，目前他们正在极力优化黑名单功能，他们考虑将玩家的 ID 直接进入黑名单。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给一些管理层知道而已啦，我自己本人是不需要去操作的。所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把军器分类的金币采集变成资源采集，这样对于管理更加灵活。
不过这一次策划是直接拒绝了这个玩家的要求，他们不打算做任何的更改，因为军器都比较专注在金币采集而已，而不是全部资源采集。那这个问题就是我所说的很废的反馈，其实基本上这个反馈呢也没有什么重要啦，我是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问题来回答。接着第8个反馈，这个玩家是希望增加更多不同的天气，比方说黄昏或者是黎明。这个玩家可能是没有看到我之前的影片介绍啦，其实在之前中国3周年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有放了一些预想图了，他们之后要怎样设计新的地图。那时候我所说他们是会增加不同的时段，比方说早上、中午、傍晚、晚上。你们也可以看到我左下角的画面是傍晚的画面，所以严格来讲其实官方他们是已经有着手在设计了，只是这个玩家可能不知道而已。编程策划他们这里是答复说会增加黄昏跟黎明，但是他们不考虑增加下雨的天气，或许是觉得增加下雨的天气可能会看到画面会比较乱一点，比较复杂，或者是它的伺服器可能承受不起。那其实在万国觉醒里面也是有类似像毛毛雨的效果，但是真的很细微很细微，你没有放大来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至于各位觉得天气变化系统重不重要呢？第9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他希望增加深色模式，因为玩这款游戏会比较长时间，所以会眼睛疲劳。我想问啊，其实如果要做一个深色模式，到底要怎样去做？难道把那部队颜色全部变成黑色吗？这样子怎样分敌军我军？这个不太可行吧？虽然我之前也是有提过类似的反馈，就是晚上的时候很难分辨敌军跟我军，但是那个确实是很难分辨，而不是眼睛疲劳的问题。我是认为说，如果这个玩家是真的觉得眼睛疲劳的话，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放下你的手机，放下游戏去休息，而不是讲要出一个深色模式。不过策划这里的答复间接性也是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们是不考虑增加深色模式，他们在游戏里面增加早上跟晚上的效果，是为了要模拟真实的体验。不过玩家们也可以分享一些截图跟他们反馈，他们会根据反馈进行修改。所以以上就是1月的玩家社群反馈。OK，那么各位对于1月的玩家社群反馈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有很多问题都是废的？真的是。那么我也是去整理一下官方所选择的问题到底有多少玩家投票，但是你们又怎么会想到第一个反馈原来有200个玩家是支持的？所以这里也是跟一些其他的玩家讲，有一些你们认为不是很重要的反馈，有时候是玩家他们真正想要的，尤其是对于新手玩家，所以官方选择这个问题我可以接受。第2个反馈只有41票是支持的，那各位如果你们有看我自己做的版本了，都知道我选择的问题全部都是超过70票以上的，所以我是不能接受官方选择这个问题的。第3个反馈是说隐藏部队的，我没有想到这个投票率这么低，只有45票支持。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玩家的想法不错啦，不过官方这个问题也是选得很离谱，也只有45票支持而已。下一个说要删除联盟的49票，说聊天室联盟标记问题的有50票，联盟黑名单54票。这个就让我比较意外一点了，就是军器选择金币采集居然有76票，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既然已经超过70票了，我就让这个通过。天气问题44票，那说到深色模式，其实有3个人写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看了这3个最多票数也就只有49票而已。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呢，只有2个问题是通过了我的标准，超过70票的，其他全部都是没有。那为什么我要根据票数来决定要选择哪一些问题呢？就是如果你的票数越多，就变成更多玩家同意你的看法，他们更想要去改变这个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认可官方他们选择问题的方式。为什么这么多票的你不去选，反而选择这些中规中矩吧，也不算是很少票数的问题，但其实有更多超过70票的问题他们并没有选择来回答，这样你们可能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还要专门去做自己的版本了吧。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